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健康有个30分钟定律，做这6件事千万别超30分钟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某些看似无害的常见行为，如果持续时间超过30分钟，可能会引起短暂的身体不适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长时间持续这样的行为或习惯，会逐渐累积，对我们的整体健康造成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了解并识别这些超时行为，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，对于维护和促进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切实做到预防为主，关注身体的每一个细微信号。1. 戴耳机不超过30分钟。在这个数字化音乐盛行的时代，耳机几乎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。无论是为了隔绝外界的喧嚣，还是沉浸在个人的音乐世界，许多人都会长时间的使用耳机。很多医生发出警告，尤其是当使用塞入式耳机时，声音的能量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，导致声音的冲击强度增加。这种高分贝的持续暴露，不仅可能导致听力受损，而且这种损害是渐进且难以察觉的。在听力损伤的早期，耳蜗内的毛细胞可能只是局部受损，并未完全死亡。虽然此时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听力下降或耳鸣症状，但这些毛细胞的寿命已经在悄悄地被削减。长此以往，这些隐性损伤将逐渐累积，可能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失。因此，为了我们的耳朵健康，建议尽量减少耳机使用的时间，并且每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。在此期间，也要确保音量适中，避免过大。此外，定期进行听力检查，及早发现并预防听力问题，也是十分必要的。2. 洗澡不超过30分钟。沐浴不仅仅是清洁身体的一个过程，它同时也为我们带来身心的放松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长时间的洗澡不仅可能对皮肤有害，而且在某些环境下也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。当我们沐浴过久，皮肤的天然油脂会被冲刷掉，导致皮肤容易干燥、瘙痒和敏感。除此之外，在浴室这样的密闭空间中过长时间停留，可能导致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下降，增加身体不适的风险。对于沐浴的时长，虽然并没有绝对的科学标准，但普遍建议淋浴控制在15分钟左右，而泡澡的时间最好不超过30分钟，这样可以确保清洁的同时，又不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。当然，洗澡时间的长短还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身体状况、当地的水质、洗澡环境等因素来适当调整。为了提供更全面的洗澡建议，耶鲁医学院的皮肤外科主任 David 为我们总结了3大关键点。水温适中。尽管热水沐浴可能更为舒适，但太热的水温会伤害皮肤，使其更容易变干和失去弹性。限制洗澡时间，不管是淋浴还是泡澡，最好的时间范围都是控制在30分钟以内。沐浴后即刻保湿。洗完澡后，皮肤的毛孔处于打开状态，这是保湿效果最佳的时机。选择一款适合的润肤霜或油，当皮肤还略微湿润时涂抹，可以帮助锁住水分，延续皮肤的滋润感。通过遵循上述建议，你可以享受沐浴的乐趣，同时确保身体和皮肤的健康。
3. 坐着不超过30分钟。随着现代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加快，许多人都陷入了久坐的陷阱。办公室、学习空间、家中休闲区，无论是面对电脑工作、学习还是沉浸在娱乐中，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度过的。但你知道吗？长时间的保持坐姿其实并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健曾在2023年的生活圈节目中明确指出，我们的身体代谢在连续坐下超过30分钟之后，已经开始发生一系列的轻微变化。这些微小的变化虽然初期不易察觉，但长期累积下来，却可能对健康造成重大影响。更为警示的是，2022年，柳叶刀的子刊上的一项深入研究显示，相对于每天久坐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人群，长时间坐姿超过6小时的人群，他们面临的包括心脏病、糖尿病、抑郁症、偏头痛、痛风等在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了近1/3。那么，面对久坐的健康隐患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？首先，建议大家每隔30到40分钟就站起来走动、伸展或做些简单的锻炼。这不仅能够刺激身体代谢，还有助于缓解长时间坐姿带来的肌肉僵硬和疲劳。如果真的无法离开座位，那么即使在座椅上做些简单的拉伸、转动颈部和摇摆手臂也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此外，利用短暂的休息时刻，听听舒缓的音乐，或者简单的闭目养神，都能有效地缓解身体和眼睛的疲劳，帮助大脑放松。总的来说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习惯，积极打破久坐的模式，为身体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健康。4. 刷手机不超过30分钟。手机是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工具，但它也是导致我们多数时间分散注意力的罪魁祸首。疑惑手机使用时间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否有所影响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研究。这项来自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，通过随机分配230名参与者进入2种实验环境，探讨了手机使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。一种环境是严格控制参与者的手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在30分钟以内，而另一种则允许参与者自由使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短短2周后，那些每天限制手机使用时间的人们，在心理健康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正面变化。他们的焦虑、抑郁以及孤独感都大大减轻，同时，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积极情绪。除此之外，过度盯着手机屏幕不仅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，对视力也是一大挑战。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眼干、眼涩、视觉疲劳等一系列眼部不适症状。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心理和视力健康，以下是一些建议。1. 关闭非必要的应用通知，仅保留重要的通知提醒。2. 设定家中某些区域为无手机区，如卧室和厨房，以降低对手机的依赖。3. 规划日常手机使用的时间，例如设定固定的短视频浏览时间，并避免连续使用手机超过30分钟。最后，平衡使用手机和珍惜与家人、朋友之间的现实互动，不仅能增进情感，还能帮助我们过上更健康、更充实的生活。5. 午睡时间不超过30分钟。午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天中的小憩时刻，
旨在恢复精力和活力。然而，最新的科学研究却提醒我们，午睡时间的长短与我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。2023年，肥胖 Obesity 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揭示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数据。与不进行午睡的人群相比，那些午休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，他们的高身体质量指数 BMI 风险显著增加，特别在腰围、空腹血糖和血压等健康指标上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一风险增加了高达 41%。相反，那些能够控制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人，不仅避免了上述健康风险，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健康指标，如血压控制方面，表现得尤为出色。为何30分钟会成为这样一个分水岭呢？深入探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人体在短时间内进入轻度睡眠阶段，有助于大脑和身体的快速恢复。但是，如果睡眠时间过长，我们很可能进入深度睡眠周期，这将导致我们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、意识模糊，并且有持续的困倦感。为了充分利用午休的好处而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，许多健康和睡眠专家推荐，午睡时长应该控制在15到30分钟之间。这样，你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必要的休息，还可以确保下半天的工作和活动都保持清醒和高效。因此，下次当你考虑午休时，请记住这个30分钟的黄金规则，让你的小憩真正为你的健康和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。6. 晚间入睡不超30分钟。一个健康的睡眠不仅是量的足够，更在于质的优良。健康睡眠的特征明显，你会在躺下不久内轻易进入梦乡，大致在30分钟内。夜里醒来的次数较少，不被连续的梦境打扰。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你会感到精神焕发，没有那种持续的疲惫和嗜睡感。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张慧在202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，一个人应当在上床后不久就轻松入睡，并且在20到30分钟的时间里深入梦境。然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躺在床上长时间而无法入睡，张慧医生建议考虑稍微延后你的入睡时间。这种入睡困难有可能是因为焦虑、过度的压力、对睡眠的过度关注，或者是睡前长时间使用手机、看电视等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。如果长时间的入睡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、健康和工作效率，那么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和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以上6点您记住了吗？谢谢观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下个影片见。